现在日本的交易量这么大，但是他们克扣工人，闹出了人命。如果我们现在能给出一个公道的薪水，那谁还会去他们那儿工作？他们没有人可以用，又怎么跟我们竞争呢？兵法上说，锐气务工，击其惰归。在他们锋芒毕露的时候，避其锋芒，但现在他们出了事，我们必须一举击垮。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，和爸爸想到一起了。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去日本商会大楼，给他们最后一击。走。和穆志远约好了吗？他不在办公室，没有人接电话。那他能在哪儿呢？穆老板怎么来了？开酒，見てください。穆老板，你不会是来劝我们的吧？是，没错，我确实是来劝你们的。穆老板，你可什么都别说了。这些日本人要是不把杀人凶手交出来，不道歉赔偿，我们是肯定不会走的。对，赔偿！这位大哥，你先别着急，我爸爸是来劝你们的，但我爸爸是来劝大家加入我们穆家纱厂的。我听说穆家纱厂早就没生意了，生意早让人抢光了。各位，只要你们敢来，我保证每个月给你们30块大洋的薪水。穆小姐，你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？只要大家信得过我，就来我们穆家棉纱总厂签团契。我穆婉清白纸黑字保证每个月30块。就算棉纱市场不景气，我们还有仓库，还有码头，还有船运公司可以养你们。好，穆小姐，那我们死难的兄弟怎么办？他们日本商会就要逃离罪责吗？这位大哥是个汉子，讲义气。我穆婉清也是个讲义气的人。只要你们签了团契，就是我穆家的人。爸爸会以华商总会的名义和日本商会进行交涉。一定会还你们一个公道。看来穆志远这次是不会给我们留余地了。他以为拉拢几个工人，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吗？会長の意味は？现在我们的洋纱在沪上经营得很好，沪上很多大佬都想入股赚一笔。我就不信，谭玄林这个新任的上海司令，竟然不动心。可他毕竟是江城谭家的人，那当年的事情，没关系。中国有句话，叫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我想会会他，探探他的口风。婉清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想当初我们也是费力翻波折才来这儿上的班，这段时间我们配合的也很好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辞职？光耀哥，谢谢这段时间这么照顾我，但现在家里不是发生了巨变吗？爸爸希望我能打理穆家的产业，我这个做女儿的也该尽孝了。婉清，我怎么觉得这2天你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太一样？是不是因为在医院我对你说的话，
让你觉得不舒服了？当然不是啊，但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就不用再劝我了。我家的老宅子也快修好了，现在你又辞职，我以后是不是很难见到你了？我们这不是各自都在忙各自的事情吗？没有天天见面，很正常。好吧，看来你心意已定，那就听你的。只是以后碰到事情，可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哥哥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先走了，爸爸还在等我。我的亲哥哥，10年前死于你父亲之手，而你却像亲哥哥一样对待我。我不想让仇恨伤害到你，光耀哥，对不起，我只能选择离开。我谭某和日本商会素无来往，不知道这次所谓何事啊？谭司令，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是代表所有日本商人的利益，一向以和为贵，恪守生意人的本分，从来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伤天害理的事？谁说你们做伤天害理的事儿？这是诽谤，你可以告他们的。既然谭司令也认为我们是守规矩的，那不知谭司令对近日我们与穆家的风波如何看待啊？我呀是个行伍之人，不懂生意。谭司令，有时候旁观者清，我想请您给评评理。但说无妨。我们的洋纱又好又便宜，市场销路很好，这确实影响了一些土纱厂的经营。但是做生意嘛，就是大浪淘沙，要想不被市场淘汰，就要不断进步，与市场保持一致。你说对吗？有道理。但是穆家却不肯改良自己的技术，恶意与我们竞争，煽动工人闹事，扰乱市场的价格，挖我们的墙角。即便穆家是上海的大亨，我们是外来的，但是市场是平等的。如此排外，恶意搞垮物美价廉的洋纱厂，这是让上海所有的老百姓都得不到实惠啊！穆家这次做的确实过了，但是山下先生，这棉纱的生意呢，我不太懂，而且不归我们司令部管，所以我也是爱莫能助啊。谭司令，我此次来找您，是有一笔生意想和您一块儿做。山下先生，你有什么生意可以跟我做啊？不瞒您说，此次办洋纱厂，沪上很多大佬都已经入了股的，但是穆家坏了规矩，洋纱厂现在办不成了。但是我不能失信。我想从青岛运洋纱到上海来售卖，算起成本，要比自己建纱厂还划算。但是这上海毕竟是谭司令的地盘，所有港口码头都由谭司令的民团把守。我想请谭司令开个绿灯，让我们畅通无阻。当然，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，
我就有钱赚，对吗？谭司令果然是聪明人，一点就透。好，这有钱不赚是傻子。你尽管运，你运得越多，我就赚得越多。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了。谭司令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哎，慢点啊！啊，好。山下先生，司令让我们过来帮您卸货。长官，这一车的货我们已经快装完了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啊，原来你们只有2车货呀！哎呀，司令还特意让我们腾了一个大仓库过来给您放货呢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能连个角落也放不满。嗨，这只是我们的第一批货，小试牛刀，我们还会增加的。谭司令的大仓库对我们是非常的有用的。行，那如果以后有需要，你就招呼我，我带兄弟们过来帮忙。替我谢谢谭司令，也谢谢你这位小长官了。山下先生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来马齐了。婉清，爸，还没睡啊？不还是沙场的事儿吗？算了，太晚了，早点回去睡觉。怎么抽了这么多烟啊？他们的沙场不是办不成了吗？咱们挖了山下纯一的墙角，让他们的工厂不能生产。他们呢，就利用日本商会从青岛进了大批的劣质洋纱。咱们的棉纱要想卖出去，就得和他们一个价。之前咱们答应工人月薪30块不变，每卖出一批亏2块大洋。如果是短期维持，没有问题；要长此以往，会把咱们木家给拖垮的。如果不让山下纯一从青岛运洋纱，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？他们是正常渠道进来的，又不违法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我们请谭司令出马呢？事情是不是就能解决？你知道这个事情，你不告诉我？我是知道啊。用山下会长的话说，我还是大股东呢。听说这洋纱销路特别好，我能大赚一笔。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我这是为了帮你啊！正所谓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；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你要相信我，我这可是身在曹营，心在汉。那以后关系到我穆家的事情，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？你不会生我气了吧？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山下纯一啊？你听，这会儿他正在骂我呢。他那个人诡计多端，知道你使坏，肯定还背有一手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放心吧，我的穆大小姐，来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小长官，今天我们的会长特意加派了人手，这一船的货很快就装完了，就不麻烦你们了。接着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谁允许你们在码头卸货的？
有通行证吗？通行证？这是谭司令亲口答应的货，谭司令不是都把仓库准备好了吗？这怎么还需要通行证呢？仓库是准备好了，但是从码头到仓库的这段路需要通行证。没有啊？那不好意思了。把所有的货全部扣下，拉回司令部。哎，等一下，小兄弟，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，这从码头到仓库还需要通行证的。那你今天就见识见识吧。这个是谭司令的货，谭司令是有股份的，难道你们就不需要请示一下吗？谭司令更应该以身作则，照章办事。拉走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就不能说扣就扣啊？这个是谭司令亲口允许的呀。那你去找谭司令啊，谁答应你的，你找谁啊？你跟我说不着。走。司令，山下先生到了。哎呀，山下先生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请坐，请坐。谭司令，我刚刚运到码头的一船棉纱被你的手下给扣了，说是从码头到仓库要办通行证。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过有这个说法？山下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之前没跟您说，现在办也来得及的。怎么个办法？简单，这个一车一证，1证5000大洋。谭司令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？你的吃相，未免是不是有些太难看了？哎呀，山下先生，这之前说过的，我只要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，就给我钱啊。没错，我是说过，但是首先你得让我赚钱。如果我赔了钱，我怎么给你分红？你这收我5000块，你作为股东，怎么会分到钱呢？山下先生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呢就是一马匪出身，不懂经商的，我就是想赚快钱。你说我就是怕你啊，这会出现问题，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个办法。我是觉得，你们每运一船棉纱，就把该给我的钱给我，之后不管你们卖不卖得出去，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我赚的是旱涝保收的钱啊。谭司令，你这么做未免也太霸道了。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经营多年，政商界的大佬也合作过不少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你这样提出要求。他们不敢提，我就不能提了吗？那山下先生既然这么看重他们，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呀？谭司令，我看啊，你并不是真心想与我们合作，而是想趁机讹诈。哎呀，山下先生，我收你的钱是有道理的。你想想啊，你们的船每天都要停靠在这16铺码头，那这棉纱装货卸货，那灰尘满天，弄得我这个码头都是乌烟瘴气的。还有，你们那个船是烧煤的，那弄得我这黄浦江都浑得不行了。我收你点钱不过分吧？这样，我们各退一步。我们答应办通行证，一车500块，如何？山下先生，这个价钱不是这么看的，你打发叫花子呢。我知道你们日本人有的是钱，你们那商会大楼盖的比我们这司令部可高级多了，这点钱小意思。哼，我们即便有钱，也不能成为被你敲诈勒索的对象。谭司令贵为上海司令，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吧？我当然明白，我就是按规矩办的事，这就是我的规矩啊。好，我明白了。原来谭司令表面上与我们合作，实际上和穆家是一头的。哎，山下先生，谁给我钱，我跟谁一头。你只要每车给我5000大洋，我立马跟你一头。你就不怕我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吗？去吧，反正他们也不管我，我也没办法呀。要是我不出这笔钱呢？哎呀，不出这个钱，
好办，你来多少我扣多少。我部队人多，需要用到棉纱的地方也多的是。再不行，我还可以卖出去换点军饷，里外都不吃亏呀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一看，最后到底是谁吃亏。再会。哎，山下先生，慢走啊！司令，我看您把山下先生气得够呛。哼，我这是给他留着面子呢。这要是闹得太大，不太好收场，不然我今天能给他气死在这儿。要说气人的功夫，那您是一等一的。不许动！抓住他，抓起来！放我们走，否则我就开枪了！全都绑起来！是。老实点！你们还不救火吗？这些棉纱很快就会烧起来，把木匠纱厂烧成废墟。你们留在这里，也要一起陪着。死他妈的，可他妈的！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你也不看看，火都快灭了。我有过怎么的？离你！司令知道你们憋着坏，就等着你们来呢。带走，走。谭玄林，看着，伊玛都西莫修卡，一个小小的上海司令，竟然敢这么嚣张，自然有人会治他的。哎，先上去来。商业奇才，大家都有见识，一定要把它记录好。长得漂亮，又厉害，真是没想到。商业奇才啊！是啊，就是啊，釜底抽薪，重创日本商会啊！对，长得漂亮。穆公早，穆公。今早例会，各位老板来的早安。穆公，报纸我们都看了，令爱可真是商业奇才呀！啊，他将工人都招揽到咱们木甲工厂，使得日纱厂不得不停工。哎呀，这招真是太妙了！是啊，当初日本人把棉纱运到上海，低价竞争，而木家没有惊慌，依然有序生产。现在日本棉纱缺货，我们又有库存，迅速占领市场。看来令爱是早有谋划呀，厉害厉害！当然，还有穆先生做事啊。难道我还能和自己的孩子抢功不成？孩子大了，能替我分忧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哎呀，我真是好鸡呀，好女儿啊！唉，司令，您这是又让穆小姐出了一回大风头，连洋人的报纸都夸她是商业奇才呢。那是，也不看看她背后的男人是谁。哎，这穆小姐还真是不一般啊！
一个女孩子家能看出这么多门道来。哼，这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，跟我比可能还差点，但是她有一点不得不说，她选男人的眼光真的厉害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懂规矩。安强，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，多亏了你的主意，穆家才没有被击垮。你有经商之才，爸爸很是欣慰。我们穆家后继有人了。爸爸想让你独挑大梁，历练历练。爸，您的意思是？我想逐步把穆家的生意交给你管理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再全部交给你。那您呢？家里发生变故以来，爸爸的身体一直不济，整夜都不能入睡。我想到法源寺去吃斋念佛，调养一下身体，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平静。你是经商之才，爸爸看得出来，尤其是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中，你目光如炬，胸有韬略。把穆家交给你，爸爸放心。爸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我会守好我们穆家的产业。徐督军，谭玄林为了穆家，竟然敢坑我们日本商会，这在历任的上海司令当中，可是头一回。你就不担心谭玄林与穆家越走越近，脱离了督军府的掣肘，将上海占为己有吗？山下先生提醒的是，这谭玄林确实不可小觑。他先是抓住了我们的把柄，成立了民团，现在又和穆家好的穿一条裤子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这上海就真成了谭家的地盘。徐督军，10年前若不是我们出手相助，恐怕你也没有那么容易战胜罗督军，一举上位。当然，您事后也给了我们丰厚的回报，奠定了我们日本商会这10几年发展的基础。这些年，虽然我们没有合作联系，但是我们日本商会和徐督军督军府可是休戚相关的。哈，当年的事情，我徐伯君一直十分感激。世人都以为我今日今时的地位是靠穆家的财力支持，但我心里清楚，山下先生当年鼎力相助才是关键。我相信徐督军是个念旧感恩之人。这个谭玄林，说起来也是您的弟子。他如此这般刁难我们，俨然以上海王自居。这样下去，恐怕上海老百姓只知道有谭玄林，而不知道有督军府了。山下先生放心，你们的货物督军府如数赔偿。你们日本商会今后在生意上有用得着我出面的话，督军府一定鼎力相助。至于谭玄林，我必须先消其羽翼，然后斩断他与穆家的关系，方可动手。留着谭玄林，无异于养虎为患。这我心里有数，山下先生请放心。好，既然徐督军心中有数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进来。是。啊，上海的老宅子修好了吗？已经差不多了，等打扫完毕之后就可以入住。到时候举行个落成仪式，我亲自主持，请木工和沪上那些老板都来参加。督军，不过是装修个老房子，为何会办得如此隆重啊？谭玄林替穆家出面，搅黄了山下先生的洋纱生意，
谭玄林这小子为了穆家，竟然敢得罪日本人。是啊，看来光耀住院的这段时间，谭玄莲没少给穆家套近乎。可是我最近听说穆公身体不适，穆家的上上下下都是由穆小姐打理，而且穆小姐跟咱们少帅青梅竹马，肯定会站在咱们这边。想必谭玄林这小子是有心讨好，剃头的挑子一头热吧。多派些人手，暗中盯着谭玄林，有什么随时向我汇报。该是向穆公提起两家儿女亲事的时候了。当时联姻被谭玄林搅了局，这一次借老宅子落成仪式的机会，我亲自向穆公提亲。是。唉，这人也见不到，这夜宵也吃不着。怎么了，司令？想吃宵夜了？我给你买去。有事儿说，没事儿滚。有事儿，廖先生来了。谭司令，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庆功宴之后，我来找过你，提醒你刺客并非革命党所派。可为什么在结案的时候，你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革命党头上？六叔，因为当时一时没查明真相，也没有真相的线索，所以是没查明白，还是不愿查？我明白，你一个人在上海无根无基，倘若遣散军队，便会任人鱼肉。你千方百计的想要保住军队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可是这么一来，租界里的洋行都视广东商人为洪水猛兽。我这次来沪，几个熟悉的洋行都不肯卖西药给我，我多方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总董事费安顿认为是革命军想要迫害约瑟夫，所以示意所有的洋行不要跟广东商人交易，避免物资落入革命党手中。谭司令，你说是不是你搅黄了我的生意啊？所以廖叔，您做的是西药生意啊？你也知道，当年我在你父亲手下当的是军医，所以西药生意也算是老本行。辛亥革命时，您进入我父军中，由马匪武装成为一方镇守使，所以您的老本行应该是革命。谭司令怀疑我是革命党。廖叔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当年，您为我们谭家军仗义直言，对我也是多有照顾。所以，即便您是革命党，我也不会抓您。廖叔，您想要什么？没错，我确实为革命军做事。现在我军正在跟徐伯军交战，急需阿司匹林跟奎宁。廖叔，这些都是管制药物，如果被人发现，我会背上通敌的罪名。其实上次我来找你的时候，就想告诉你，你们谭家除了你以外，都死于军阀混战。你一个15岁的孩子，带着几千人靠冲锋陷阵讨生活。那许伯钧、罗炳文，可曾对你有过一丝的怜悯？我不需要他们的怜悯，我自己的我可以拿回来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相信凭你的实力，有朝一日取代徐伯钧也不是不可能。可取代了之后又如何呢？你方唱罢我登场，
踩着黎民百姓的鲜血尸骨爬到高位，然后等着被下一场的血雨腥风再掀翻。那你这个谭督军和徐督军、罗督军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对，六叔你说的对，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为了我的兄弟们争一个好前程，我有错吗？我还是没明白，您到底要什么？我只想为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。现在革命军在前线浴血奋战，为的不是自己，是为了把百姓从军阀混战的轮回中拯救出来。可他们现在因为没有西药，受了伤，只能等死。谭司令，你为了保住你的军队耍些手段，这无可厚非。可是你却断了我前方千万将士的生路啊！玄林呐，为众人实心者，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。我们已经分开6天10个小时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哪有那么久？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。那不行，打电话又听得见摸不到的，还不如不打。那这是你说的哦，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。反正我每天都很忙，根本就管不到你。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巴不得天天都见到你。但是就像你说的呀，我们现在在紧要关头，为了扳倒徐伯君，我们必须要忍耐。是啊，我真希望这一天能赶紧到来，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娶进门，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。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见我啊？哦，我是要去工部局，你们华商总会离这儿也不远，而且这里是租界，所以徐伯君的眼线根本进不来。去工部局？民团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去找费安顿，让他给我介绍几个西药厂商，去买点西药。买西药？你明明知道我爸爸就是卖西药的，为什么不找我？没有，就是看你最近太忙了，不想麻烦你。你麻烦我不是应该的吗？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药？阿司匹林和奎宁。阿司匹林和奎宁，这2种药都是管制药品，而且是前线作战部队常用的。你要给谁买啊？一个朋友。南边的朋友。你怎么猜到的？奎宁治疟疾，而疟疾是天气热的地方才有的传染病。婉清，我不瞒你了，我卖这些药品是为了给我一个故人的。
他虽然在为南边做事，但他曾有恩于我，我必须报答他。有恩必须要报，这个药我来帮你买。好。好了，那公司还有很多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别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我还没报够呢。我们刚才不是才报过吗？你现在又不在司令部上班，我又见不到你，你也不管我。那我怎么样才算管你呢？那